每個人都希望擁有鷹的眼睛、狼的耳朵、熊的力量、豹的速度，用這些超能力來幹點大事兒，或者實現財富跨越。同樣在昭和泡沫的80年代，日本對面的美利坚在幹什麼？今天我們就來一起看一看。這裡是 ThinkBiz， 我是鄂彤，歡迎來到這一期美國昭和物語。熟悉我頻道的朋友都看過日本昭和系列，但今天我們要跨越東京昭和，来到西半球的幻金時代。我之前在昭和系列中一直說，看整個商業和經濟，不要看宏大敘事，更重要的是当時人們的日常生活。那為什麼是幻金時代？這個時代的作風和意義深遠影響了互聯網泡沫時期，也更加精彩絕倫。1987年電影《Wall Street》裡，道格拉斯演的男主角有句著名的台詞 ：“Greed is good， 貪婪無罪。” Greed is good。Greed works。這句話基本上成了當時華爾街標誌性口號。在60年代，美國的英雄是艾森豪威爾式的，或者是通用汽車創始人和那些創造新事物的人。但在1980年到1989年，这種風向突然就變了。1987年，有一本叫《交易的藝術》成了當時的暢銷書籍。讀過這本書的年輕人不再以工程師和生產者為榮，他們崇拜的是 deal maker， 就是做局的人，搞大交易的人。每個人都想穿着寬大的 Brioni 西裝，在餐廳裡談着發債、議價或者讀完計劃，眼神裡根本沒有對產品的熱愛和對錢的敬畏，只剩下我要搞定一筆大生意的執念。他們腳下的這座大樓就像日本昭和時代 Juliana Disco 舞廳一樣，是80年代幻金時代的象徵。那時候街上的空氣彌漫着古龍水的味道和到處都是大生意的躁動。諷刺的是，《交易的藝術》這本書在1987年11月出版，距離10月剛發生的股市大崩盤才過去不到30天。87年10月19號，道指單日暴跌 22.6%， 美聯儲官方直接把這個事兒定義成第一場當代全球金融危機。突然一天之內，固若金湯的市場自由落體了，就像電影《華爾街之狼》裡的小李子剛剛入職公司第一天就原地失業。這部電影裡那些誇張的情節既是真事兒，也是美國幻金時代的尾聲和餘震。所以我們要回到80年代初，看一看這一切是怎麼一點點發生的。1981年這個時期被當时的美國民众看成美国强勢回歸的時代。為什麼是強勢回歸？看一組數据大家就明白了。當時的 CPI 年均漲幅從1980年的 13.5% 直接掉到了1983年的 3.2%。因為當時白宮新的班底在經濟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，關於減稅、去監管、反通脹、金融化、消費主義和牛市敘事，這麼多一起搞，不是不行，也不是不好。它的確也給1980年之前的低迷狀態打了一劑強心針，但這劑強心針接下來也間接制造了市場貪婪和財富的幻覺。自由交易和快速致富成了當時社會上一種被鼓勵的積極行為。為了襯托當時反通脹的成功，股市和消費的回升，金融業的抬頭，媒體和廣告就必須把成功、名氣、賺錢包裝成新的大眾審美。1980年兒童節那天，電視新聞網 CNN 開播，一上來就把市場造富焦慮變成了全美24小時不間斷的背景音，隨時滾動，隨時觀看，不停刺激着美國民眾的神經。那時候的娛樂和審美關鍵詞是墊肩、髮膠、明星、暴富和豪門恩怨。1980年8月1日，美國發明了一台新的媒體機器，這台機器一邊在放音樂，一邊在幫助年輕一代定義什麼是成功、青春、名氣和慾望。這個頻道就是 MTV。 這台機器把變成明星這件事兒做成了24小時反复播放的生活方式廣告。 MTV 台第一支播出的 MV 就是 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， 大意就是影像時代幹掉了電波時代。 MTV 重塑了美國社會的流行文化，開始販賣一種讓所有人看起來都可以像明星的日常人生。當時 MTV 面向的是15到35歲的年輕觀眾，年輕人開始在電視裡看到另一個世界，更瘦、更亮、更酷、更自由，當然也更貴。到最後，經濟學家也很難講清楚當时到底是文化塑造了市场，還是市场反過來制造了文化。還有美國幻金年代的動畫片，本質上是一種巨型的玩具廣告，主打力量、正義和無窮的周邊。那個神奇而著名的咒語“我是希曼”，大家熟不熟悉？1983年，宇宙巨人希曼這部動畫片播出的時候，整個畫面充滿了膨脹的肌肉感，簡直就是80年代美國精神、美國夢想的縮影。因為在經歷了70年代海外戰爭失敗、石油危機、高通脹以後的那種低落感，大家都渴望想要擁有這種瞬間變強的時刻。主角希曼，一個從文弱的亞当王子舉起宝劍瞬間就變成了无敌猛男，擁有各種神奇的力量。
當然，這些也是華爾街精英們的夢想，通過一筆交易瞬間實現階級變身。他們每天盯着終端機上的紅綠數字，希望從雜亂的曲線當中判斷出下一秒的走勢，所以他們需要鷹的眼睛、狼的耳朵、熊的力量、豹的速度。这就是很多70后、80后所熟悉的另一部动畫片，1987年的《Bresta 警長》。有多少人在小時候看過的，也可以在評論區舉個手。這部動畫同樣是制作希曼的傳奇公司 Filmation 搞出來的。動畫背景在新德克薩斯的行星上，大家都在開採一種稀有的能源礦石，這種設定和現實中的石油非常相似。這個背景設定把美國社會最根深蒂固的兩個夢縫在了一起，西部拓荒和太空科幻。就像當時的華爾街人也覺得自己正處在一個新的蠻荒時代，不再需要騎馬搶地盤，是在數字荒野上自造自己的財富。80年代初有2部大熱劇集，也很有換金時代的味道。當時美國民眾喜歡和錢或者富有關的劇集，甚至還出現了萬人空巷去看劇的事件。一部就是達拉斯，另一部就是和他打擂台的 Dynasty。達拉斯不是什么普通的熱門劇，它從1978年開始播，一直播到1991年，共14集，講的是德州富豪家族恩怨和帶着強烈的馬基亞維利風格的商戰劇。馬基亞維利指的是一種帶有非常強烈的權謀、算計、結盟、背叛、操控的含義。1980年達拉斯出現了電視歷史上最著名的懸念事件，主角尤金在第3季劇末的時候生死未卜，全美國等了整個夏天，就是為了知道那個答案。1980年11月21日，答案揭曉的那一集收視率達到了53%，收視份額達到了76%，這個數據挺嚇人的。就是那天晚上，全美國每4台運行的電視機有3台都在放達拉斯，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看同一個畫面。在土耳其甚至有議會提前休會，就是為了讓議員早點回家去看達拉斯。當時在羅馬尼亞政府允許播放此劇，本意是讓民眾看看資本主義有多腐敗，結果弄巧成拙，所有人都瘋狂向往劇中的奢華生活。很多評論家認為，主角尤金不擇手段的斂財形象為自由市場做了最好的民眾心理鋪墊。民眾一邊咒罵尤金的無恥，一邊瘋狂模仿他的生活，他們恨他，但都想成為他。有了上面的心理鋪墊和暗示，在1980年這一波換金時代，大家越來越相信賺錢不是靠慢慢做生意，是靠誰有更快的消息，誰能組更多的債。市場不是誰判斷準誰就贏，是誰消息更早，誰敢借，誰敢賭，誰就贏。當時經濟最關鍵的變化不是單純變繁榮了，是整個社會賺錢的邏輯發生了巨大變化。大家先是發現自由市場不一定公平，再是股市崩盤讓大家發現繁榮市場也不一定穩健。但就算這樣，很多民眾和華爾街都沒剎車，都想要用更少的成本賺更多的錢，做更大的併購。如果說當時的減稅、去監管、自由市場是3把火，那到了1982年儲貸機構的解禁法案就是一把助燃劑。這是什麼法案？是美國金融史上有里程碑意義的去監管法案，全稱加恩聖傑曼機構法案。就是以前那些只能放房貸的小銀行協會，現在被允許拿着老百姓的存款去投資、買股票、投地產、買債，而且沒有利率上限，這給後來的大量 LBO 收購提供了充足彈藥。所以這一群沒見過大錢的小銀行行長成了華爾街眼裡的香饽饽。在美國，銀行存款是有國家保險的，如果銀行倒閉，按照當時法案，國家得出面賠款給普通民眾。但是1985年到1995年裡，全美有上千家儲貸協會的小機構破產，這場危機的最終賬單是1600億美元，其中1300億美元實際上是美國納稅人自己掏腰包給補上的。更瘋狂的來了，這才是1983年到1985年第2階段最關鍵的時代特徵。如果這段時期華爾街是一台越來越瘋狂的資本機器，那 Michael Milken 這位大哥就是給這台機器直接安上渦輪增壓的人。他是華爾街被公認的發債之王。以前很多公司信用不好，借不到錢，但 Milken 會說沒關係，我幫你發債，利息高點也有人買。結果市場上突然就多了幾千億的餘糧，這種債成了華爾街的彈藥，可以讓小公司有錢有槓桿直接去吞併大公司。但問題恰恰也在這裡，一旦你讓高風險資金大規模的流動起來，你等於在系統裡加大了不可預判的風險值。後來 Milken 和司法部和 SEC 鏖戰了2年多，最後還是認了罪，被判了10年監禁，支付6億美元的罰款。他的翻車並不是單點事故，是整個時代開始懷疑華爾街這套創新到底多少是真的，有多少是在鑽地洞。1988年 KKR 花了250億美元收購 RJR Nabisco， 這家公司是煙草巨頭旗下的知名餅乾品牌，大家都應該吃過。這場戰役是華爾街歷史上最著名的 LBO 收購戰役。KKR 以每股109美元的價格拿下競標，總價值約250億美元區間。但如果計入債務，整個交易總估值高達340億美元左右。但這場交易才花了大約1億左右的自有資金成本，這點錢對他們來說
幾乎忽略不計。這段歷史後來也被寫進了那本著名的《門口的野蠻人》，就是我借9塊錢，你自己出1塊錢，買下你10塊錢的公司，然後用你公司的資產去還我借来的9塊錢。大家一看樣本来了，一時間大量併購兴起，导致全美的实業家全慌了，因為他們發现華爾街這幫人根本不需要有錢，有膽子就行了。債務規模終於到了嚇人的地步。直到1987年10月19日，其實那天也沒什麼特別重大的壞消息，就是大家都安靜地坐在辦公室裡，但心裡都有點發虛。然後其中的一家機構就悄咪咪地賣了一點，電腦程序就跟着賣，最後整個華爾街機構和電腦連成一片，一天之內砸掉 22.6%。雖然這次沒有像1929年那樣直接幹進大蕭條，但他把那種永遠上漲的幻境夢直接幹碎了，而且元氣大傷。這時候的日本一看機會來了，此時不進更待何時？美日雙方終於簽下了廣場協議，三菱買下了洛克菲勒中心，索尼買下了哥倫比亞。那時候華爾街辛苦尋找的接盤俠，正是拎着裝滿現金公文包闖進來，打算把泡沫玩得更大的昭和精英。就算捅了這麼多簍子，但這幫華爾街精英人士依舊我行我素。在換金時代有個專門的詞稱呼這群人，雅痞。這是一個時代人群的標籤，也是80年代的代名詞，指的就是那些高学歷在城市拿着高薪的年輕職業人士。這個詞非常值錢，因為它不單指一個人群，是當時一整套生活方式濃縮，涵蓋了辦公室、健身、品牌、信用、房子、車子、效率、體面。我們首先來看看雅痞的住房邏輯，總結起來一句話：我要住在最亂的區，住最貴的房。為什麼？當時1984年《時代週刊》寫的挺損的，說紐約雅痞不去郊區買綠屏大房子，因為太土了，那是他爹媽住的，他們反而喜歡住在那種破舊的老街區，這在當時被稱為紳士化運動。窗外是流浪漢在燒汽油桶取暖，窗裡邊是20萬到45萬美元的全大理石裝修的高級公寓，這種換金生活才叫格調。對於雅痞來說，這是精英搶占前沿陣地的資格證，有了房你還得有車。當時在80年代的紐約，華爾街雅痞只認 BMW。那時候每個剛進華爾街的經紀人第一件事就是貸款弄一台3系或者5系開開。數據顯示1980年 BMW 在美國才賣3萬多輛，到了1986年銷量直接翻3番，逼近10萬大關。當時寶馬公司自己都有點尷尬，他們覺得雅痞這個詞標籤太重，擔心以後賣不出去該怎麼辦。但在那個時候的曼哈頓，3系就是成功的代名詞，代表你正在發財的快車道上。除了 BMW， 你的手上還得有一個1983年上市，當时售價4000美元，相當於現在1萬美元2斤重的磚頭。什麼東西？摩托羅拉 TAC 8000X 大哥大。哪怕在吃飯的時候对着電話那頭也要說買，全倉買。接下來最具代表性的是雅痞們的服裝，不光是貴，還要看上去有控制力。這個詞在當時叫 power dressing， 受1980年電影《美國舞男》影響，寬大墊肩、色彩鮮豔、誇張配飾都是那個年代職場審美的一部分。男人的墊肩要寬得像堵牆，女人的色彩要亮得像道光，而且手腕上要有一塊勞力士水鬼，否則在談判桌上都覺得沒有底氣。受到閃電舞珍妮方達的健身錄像帶影響，他們還要在下班以後瞬間變身，穿上時髦的那種緊身運動服，戴上護腕，就算不健身也要穿得像從私教課走出來那樣。這種輕運動風和現在的某種现象是不是很像？其實就是在向社會炫耀，我不光有錢，我還有時間去管理身材。這種自律不是因為熱愛生活，是因為恐懼。恐懼自己看上去像個窮人，恐懼自己在向上攀爬的時候慢了1秒。到了每天早上，雅痞們的鬧鐘就會喊醒他們，先遛狗，這個狗品種得貴，然後慢跑，配速得穩，拼命工作12小時以後，晚上還要去做各種的身心治療，或者去公寓管理委員會撕逼。所以臉不能垮，身材不能散，精力不能掉，因為整個人都得是一種很值錢的狀態。在他們眼裡，身體不是用來享受和放鬆的，是用來拉伸價值的。這種高標準的自律其實就是一種階級篩選器。還有80年代的社交工具，我們現在是 iPhone， 那時候是 Filofax 活頁記事本。當時手机和電腦筆記本完全沒有普及的年代，這個真皮本子就是精英臉面，裡面塞滿了日程表、資產地圖、銷售曲線，還有一疊信用卡。在飯局上漫不經心，你掏出這個本子，在那兒翻找日程，就是在告訴大家我有多忙，我有多重要，我有多少大的 deal 要處理，不停忙碌，在那個年代才是最高級的炫耀。這就是换金時代華爾街的精英雅痞們，住昂貴的公寓，開紅色寶馬，穿墊肩盔甲，喝昂貴的礦泉水，手裡還要攥着那個塞滿信用卡的記事本。他們不僅在消費商品，他們是把自己精裝以後賣給這個換金時代。最後，華爾街把慾望做成了生意，電視把慾望拍成了廣告，城市把慾望賣成了房價，最後連一個人的臉、身材、住址、車鑰匙和記事本都成了階層競賽的一部分。1989年，
米尔肯走進了監獄，三菱接管了洛克菲勒，數以千計的小銀行在沉默中消失，黃金時代落幕了。雅痞們脫掉了帶有墊肩的阿瑪尼，洗掉了頭上的髮膠，但洗不掉的是賬本上長長的赤字。這雖然是美國最會賺錢的黃金時代，但往深了看，黃金時代的前半場，人人都覺得自己在向上飛；黃金時代的後半場，人人才發現自己身上根本沒有翅膀。我是兒童，如果你喜歡這期內容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打開小鈴鐺，我們下期見。